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，了解真相，為正義發聲。我是美玲。中國經濟持續下滑，而這已經蔓延到了房地產業，就連中共的政治中心北京的房地產也存在着慘不忍睹的現實情況。130萬，現在35萬就賣，可不嘛，血虧了。北京邊炒房客跑路後，房價持續走低，130萬的房子現在35萬就賣。北京邊的房子真的是一降再降呀！這套房子的價格說出來，估計你們都不敢相信。100多平的房子，38個，裝修還都白送，買的時候都在個100多萬的。然後像這個裝修完之後也沒住，炒房就炒失敗了嘛，這不就得賣嘛？也是委託我過來幫他拍一拍。北京邊的樓市大降溫，16年跟風買的12300一平，現在3000多還帶裝修。今天咱們來到現場實地看一下，這是当年跟風炒房的吧？是呀，当時1萬多一平，100多萬。現在多少錢？30多萬吧。這屬於投資失敗了是嗎？投資失敗，大失敗啊！整個的100多萬沒有了。而且呢，現在不光是中等價位的房子價格下跌，就連曾經比較高價位的房子呢，也是紛紛放下身段降價止損。半年虧了400萬，你没聽錯啊，就是我身後這個房子，廣渠金茂府一套206平這個房子，半年前有客戶出價2200萬，業主沒賣，現在業主着急賣了，1800萬的底價，1800萬兄弟，直接半年400萬沒了，就在東四環和仁會旁邊廣渠金茂府。網友紛紛表示，就這經濟形勢還得跌呀，丟了套別墅，喝多少斤黃金，感覺不值錢。有這麼多錢在北京受罪吸埋。今天又來北京邊上收別墅了啊！就這個別墅要賣是嗎？對，當時買的時候多少錢？當時800多萬，800多万。这种小別墅，小獨棟是吧？對，獨棟別墅都是帶院的。院子大嗎？院子300-400平。裡邊這是屬於客廳了是吧？對，這個算是個小客廳吧。小客廳，然後兩面帶窗，兩面這塊是可以出花園。對，這邊就是一個小露台。咱在北京裡邊，像這種房子可能都得動1000萬，但是在這兒的情況下，300多萬拿下。2021年，一位年輕的戶主在望京花了400多萬元買的55平的房子，賠了200多萬元。這個小區在望京算可以的，國企這個開發商，你看這個小區環境也是屬於不錯的。中間這塊有個這個兒童遊樂場，這是一個客廳，然後裡邊呢是一個臥室，這是一個東向的一居，這兒有個小窗，然後也可以進陽光。這個裡邊就是臥室，比較適合這種年輕人。465，對。現在你少說得虧200萬了。對，我已經200以上了。對，200以上了。對，那現在想好割肉賣了吗？想好了，下定決心。房主表示，自己在不斷的被市場教育的過程中呢，認識到自己的問題。這時，中介不禁脫口而出：“你自己沒問題，是市場的問題。”中介給出建議，出售價是239萬，並且表示房主虧了226萬元，而且呢，還指出現在這個房價已經回到了2015年了。2025年10月份，整個北京樓市的真實數據出來了，感覺分化真的是很嚴重啊！新房市場的成交大幅下滑，那麼二手房市場成交量的環比上漲，不過價格還在跌。2025年的12月1號，據北京市住建委發布的網監數據顯示，北京11月新建商品房總共成交是6292套，而新建商品住宅成交總套數是2414套，環比下降了31.25%。同比下降了50.61%，而11月的二手房累計成交量是16217套，這其中呢，二手房的住宅成交總套數是14446套，比10月份的1.21萬套環比上漲了19.52%，但同比下降為23.01%。12月6號，北京網簽量炸了。當日二手房網簽197，海住宅177，新房住宅網簽78。12月累計新房住宅網簽518，12月累計二手房網簽量3232，海住宅2835。現在北京的房子真的是一天一個價格啊！去年這個小區單價是12萬多一平，今年年初賣的房子單價是10萬多，現在呢房價已經跌到了單價8萬多。現在買到底值不值呢？現在有一個4居室啊，業主非常着急賣，單價只有8萬多一點。小區是14年的纯人车分流，位於海淀西四環啊，田村板塊，開盤到現在十多年的時間啊，這是頭一套拿出來賣的。
对於中介感慨房價時時在變，有網友表示，一天一個價格，那我再等一天。進入12月，北京部分樓盤的價格已經低到特別離譜了，尤其23年之前這些庫存老幫菜，為了完成年度任務盡快清盤，價格真的是驚掉了下巴。郜陽區為了清盤降價的樓盤就比較多了，首先是東五環邊上的王四營板塊，目前的價格已經跟五環外的通州是一個水平了，尤其像王四營的保利錦城2期155，還有170的4居室，單價已經不到5萬7了。旁邊的中綠東樂府122的3居已經不到5萬6了，另外還帶一個車位，而且這個價格還能談。博主指出，望京旁邊的崔各莊板塊內的3兄弟呢，已經比望京旁邊的部分二手房還便宜了。和光樂府的170平大4居，單價才不到6萬3千塊。望京龍悅一套482平的下月單價才2萬1千塊，而且呢，這個板塊還都是精裝的現房，當年可都是8萬塊錢一平的。有博主指出，2025年的11月，北京二手房環比下跌了1.44%。同比下跌了6.08%。從右側的數據看，11月份環比和同比的跌幅都是擴大的，可以說是大幅度下跌。可以看一下去年12月份，環比只有0.1%的跌幅，之後是逐步的、慢慢的擴大。一開始還是0.1幾，後來0.4幾、0.6%、0.8%，之後1.4%。博主總結說，今年北京二手房價跌幅不斷的擴大，跌幅創新低，而這也包括北京亞運村。有人表示，亞運村板塊雖然以20世紀90年代的公房為主，房齡不算是新，但自身優勢是地段好，還帶有一定的學區溢價，而且配套成熟，能夠承接望京和國貿的外溢需求。但是，就是這麼一個二手房交易一直都很活躍的地方，近期的二手房成交價變化卻是非常的大。那麼具體來說呢，是跌幅很大。安徽北里1元58平米的兩居室，今年2025年12月3日成交價244萬，而同戶型在2021年4月18日成交價556萬，降了312萬，降幅約56.1%。保利金泉116平米的兩居室，今年2025年11月13日成交價845萬，而同戶型在2022年8月28日成交價1176萬，降了331萬，降幅約28.2%。安徽里2區66.33平的二居室，今年的10月18號成交價為337萬元，但同戶型在2017年的4月4號成交價是596萬元，降了259萬元，降幅大約為43.5%。其實呢，北京市燕郊房價也出現了嚴重下跌情況。燕郊的房價已經從最高峰跌去一半還多了。2009年燕郊剛崛起的時候，房價是4000多一平米，到2016年一路暴漲到4萬多一平米，而現在燕郊的二手房均價跌到了1萬3到1萬5一平米，而且成交很不活躍。短短5年前，大家還相信燕郊是你最後上車北京的機會，上車就翻身，現在不上車就晚了。此時此刻，誰還想上車燕郊嗎？博主指出，當年中共當局宣傳的上車半小時到國貿，很快融入北京的 CBD， 成為一體。現在聽起來好像都是笑話。而且呢，在房地產大熱的2017年，燕郊房子同樣出現限購。博主說，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情況呢，可真的是天方夜譚。現在燕郊房子也不限購了，但人們呢也不想買了。他發出了扎心質問，那你說當初上車的人可怎麼辦呢？北京是中共政治中心所在地，中共當局對北京的重視可見一斑。但是即便是如此，依然擋不住房價下跌的趨勢。中國人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。據摩根士丹利 Offerwise 中國房地產在2025年7月的調查顯示，在潛在的購房者中，有高達33%的人看跌將來的12月的房價走勢，有51%的人將來有可能會買房，而只有16%的人將來極有可能要買房。現在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反而比新房成交量還要大，但這背後隱藏的更深層的原因。旅美經濟學者黃大衛向海外的中文媒體表示，有很多業主都趕緊把房子變現，另外呢，還有相當部分的人都想忙着把資產轉移到海外。他認為呢，人們此前把房子當作投資品的這個想法呢，已經出現動搖了。現在民眾對房子剛性需求也在萎縮。
所以中國房地產現在已經從資產的增值保值變成了現在的資產風險。黃大衛指出，目前中國中產階級已經逐漸意識到了，以前把一輩子的錢都花在房地產上面的路子可能有風險，所以呢要有所保留。不少中國的中產家庭都在重新考慮資產配置，像是要增加黃金和海外資產。而像上海、北京這些的中國的核心城市，之前那些年的房價漲得非常兇猛，現在呢，隨着房市的萎縮以及新一輪的資產重估，中國的房價峰值大概會跌去30%到40%左右，也就是房價將回到2015年或是2014年左右的水平。时评人士王鶴向海外的中文媒体分析指出，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以後，過20年才恢復過來。中國樓市泡沫現在比日本還要強，因為中共採取的是政府強力管制，市場泡沫沒有充分的釋放出來，釋放得非常慢，所以中國房地產這個形勢比日本要更加的惡化與麻煩。他強調說，現在北京當局沒有方法了，該用的政策早就已經用完了，而且呢，他的政策使用方式都是錯的，不是全部讓房價下降，而是不讓房地產泡沫釋放乾淨。因為房地產泡沫即便是基本上只釋放一夜之間，也會跌掉60%。如果那樣的話呢，整個中國的金融體系就崩掉了，而經濟危機也就要爆發了。而中共是非常恐懼這一點的，所以他就拼命的控制樓市。王鶴表示，中國去年底還說什麼止跌回穩吧，他今年就不提了，因為那個政策根本就執行不了，是錯誤的。看來呢，中共當局對中國房價下跌是毫無辦法，已經是黔驢技窮了。而從北京的房地產情況就能夠看出中國的房地產走向，而這也促使很多中國百姓不再把買房作為人生大事，反而是在經濟惡化的當下越來越努力的捂緊錢包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點燃希望，為正義發聲。感謝您關注看大陸節目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